何大体，人呢？那就先说凶犯何福。何福是如何结识龙波的？何公可知晓？何福平日只帮我去取药，逃跑各部拿取公文，因他需装作痴傻，所以从不额外抛头露面。查何福最频繁的是去我何部，经常与什么样的人接触？很显然，龙波一共制定了一明一暗2套计划。一套是用来骗何福的，即龙波出面，怜惜诱煞，雇佣狼卫声东击西，关键时刻再把何福抛出来顶罪，给自己争取进入登楼的时间。现在说这些又有何用啊？钱，龙波雇佣狼卫，租赁宅院，购买石纸，这都需要大量的金钱。何福哪里来的这么多钱给他？1年前，我发现自己得了风症，说不服药弹压，就会癫狂发作。曾有数次发作之时意图自尽，都被何福及时救回。此药虎狼啊，服用之后，即使是看书、冥想，都不能稳坐1刻以上，脑中是一片混沌，成日昏昏欲睡。我对大唐没用了，故此萌生了离开长安的想法。死前，我想再回家乡看一看。50多年没有回去了，就由何福筹办此事。悄悄逐一变卖了长安城中的数座宅院，慢慢遣散了家仆，尽量不让旁人察觉此事，以免影响太子。那你卖掉宅院的钱，可曾查问过？何福就像我的亲儿子一样啊。他幼年境遇悲惨，最是容易堕心，生怕我疑他、厌他，最终抛弃他，故此我不愿意多问。但他被龙波给骗了，他当街刺杀林九郎，但其实他和那些狼卫的命运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是龙波另一个障眼术。龙波第2个计划，才是他真正的计划，是以假借刺杀林九郎，用何福给他的钱，来安排好一切。但他伏火雷的真正目的地，是太上玄元登楼，是以登楼刺杀皇帝。何公，请看，这是武侯送来的命案卷宗。今日燃灯之前，有武侯发现毛顺一家死于非命，2府外事。
子孙家仆全部于家宴上中毒身亡，死状凄惨。据一名逃走的厨子交代，是毛顺自己在羹汤中放了粉药，当时说是补药。为何呀？何解？这是在毛顺书案上发现的大灯楼的建造图纸，但上面写着奇怪的字。1文钱可以买2个湖笔，什么意思啊？谁写的？何公可认得这笔迹？认得，这是我的笔法，写的人模仿我的字迹，我想是希望毛顺注意到。那都有谁可以既看到你的字迹，又可以接触到毛顺的图纸呢？图纸要经过工部、户部核查。至于我的字，那见过的人就太多了。我有时喝醉了酒，就会到处提示。再查工部、户部、礼部，能接触到毛顺图纸的具体经手人。据郭历史将军详述的花萼楼上的经过，荣波真正的动机，当是为了给10年前第8团在安西都护府的冤案复仇。但毕竟过去了10年，为何偏偏选在半年前联系何福，启动计划？半年前，您要建造小波律使馆，强行征用民宅，龙伯的战友文无忌身亡。听起来倒很合理。但程某有一事不明：外藩使馆通常建于长安何处？东师左近，崇仁坊。对，那里更靠近权贵府邸，采买、拜会、进宫都很方便。可那附近并不是没有空余的宅邸，为什么偏要建在文无忌所在的安业坊？选址是由工部和户部一同筹划，工部负责给出区域的大小，户部要从成本核算的角度给出区域的建议。那都有谁参与了这个建议计划？可有名录？有，凡重要的会议，一共开了几次会议，何人与会，都给出何等建议，都有记录。名录在何处？在档案房。这次查案属户部递交的档案尤其多。只可惜档案房被烧毁了。那是谁主持调档的？徐斌。徐斌。我在仵作间见到一具焦尸，身着徐斌的外袍，但此人并不是他。此人是被人用蒜绳勒死后，匆匆披了一件外袍投入火中的。而档案房的火也并非皮肤所放，那火放的是井井有条，是从户部的文卷开始。我想知道，这个徐斌是谁选入进静安寺的？我。你？那你又是怎样会认识这样一个户部的8品小吏的？也没有什么特别。此人和别人一样，经常送一些干叶诗文给我。不过他比别人要执着，坚持送了10几年。诗文？写得可好？平平。用字直白，也没什么修饰。意趣几乎没有，多是一些在仕途的路上不得已的牢骚。还有一些牵涉术数，晦涩难解。
户部主事，户部八品主事徐斌，恭迎圣驾还朝。查到了。京兆府还要存档，和服去岁至今，往来户部岁品，上半年就有4、50次之多，每次停留时间超过半个时辰。那他在户部都见过谁知道吗？啊，不得而知。访录上只记了提取公文。工部、户部可接触毛顺图纸者，名录在此。啊，我来看。和服可曾提到过徐斌？有天深夜，和服在园子里哭，我问他，他说是在户部遇到2个小吏在拌嘴，其中一个人说了一段话，当时听不觉得有什么，午夜梦回感怀心事，此话一直在心头萦绕，竟不能去。什么话？人一生总要干一件让自己得意的事，才好意思闭眼。说这话的小吏是徐斌。行动皆始于念头，能让人生发念头者，必是洞察人心的高手。失仪了，请容庞陵暂退处理。不对，这机械一般的克洛博士，身上怎会有女子的香气？告诉唐虎，别等我了，别等我了，你听见了吗？告诉唐虎，别等我了，别等我了。你是林九郎的暗桩，今天一直是你在给他发消息，啊？选你的时候查过你，你住在4天间的当值宿舍。自己的家都没有，只遂心于研修黄道天下。你这样一个人，怎么会帮林九郎呢？我饿了。熬了1天1夜了，脾胃刻画不动，还是得吃。天已大亮，等着我们做的事儿还很多。阿郎，庞陵。本爵说不让他去，他就是不听。
总以为不为我立点功，就不好意思入赘我府。他不明白呀。我女儿既然喜欢上了他，他就是个花匠，我也能把他栽培成栋梁，更何况他满腹天下学识啊！可惜了。你要大酒吗？安庄有安庄的规矩，他既然要去，就已经想明白了。二小姐可要大大的伤心了。先不要告诉腾空，女儿家让他好好过完上元节。生人赐给咱们的3车珊瑚，挑一车好的，送到庞陵父母府上去。另外再看一看府上还有没有他留下来的文字案牍，一并把他带回来，要快。热。太可惜了。能好吃吗？最喜欢的东西，一次吃完，效率。你最喜欢的还有什么？女人，相貌好，修养好，出身豪门，谁就不好？想要得到分外的东西，代价都不菲。卖命一次，换一生衣食无忧，这样便能专心精研天象，像一行大师那样留下著作，奇之万变，值。你就算留不下著作，起码还可以换得衣食无忧，还可一生陪伴腾空。与腾空出狱的那一次，他立于阳光之中。他回眸的那一刹那，时空停住，耳旁响起了最美的乐章。在那一刻，他就住进了我的心里。我当时暗自立下誓言，若能日日相伴，白头偕老，愿赌命。静安寺里的暗桩，不止你一人吧？我问你呢。何健，那咱就把庞陵在长安的家人有一个算一个，悉数都请到这儿吃着食吧。别动我父母！原来你还是个孝子。你若真的在乎你的家人，就告诉我们。右相安插在静安寺的暗桩还有谁？我说了，怕您会难过。徐斌对吗？姚汝能。姚汝能？姚汝能追随太子多年，是先相姚宠的后人。他父亲被林九郎拿办问斩，他岂能投靠林九郎？名声。姚汝能想借助林九郎恢复家族往昔之荣耀，等太子，他等不了。其实心里有秘密的人，大抵看起来都平凡之极。
心里藏着的那个秘密越大，他就越想把自己模糊啊，成一粒沙，让谁都不注意他。哎，就像你们方才说的那个徐斌，他看似被人搓扁了、揉圆了，但是我看见过他的眼睛，他和我是一类的人。可是我实在想不出，到底是谁派他来救俺死的。那你到底查出来没有？李泌今天倒是查出来，徐斌私下自己开了一个造纸坊，不为赚钱，只为研制新书。可是徐斌跟我的俸禄差不多，他还有妻儿要养。你们猜他到底是从哪儿筹措得出造纸所需的巨额资费来？圣人，请休息。老人家，请坐。何人？徐斌，我是户部八品主事徐斌。小民受徐先生所托，自己带圣人离开险地，幸而不辱使命。城门已经开了，就按约定了，你们去领我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他们提。别忘了，这酒从西方来，长安人更喜欢。下官已为圣人备好了车驾，恭送圣人回宫。圣人回宫了。圣人就不想知道在下是如何御夫在此营救圣人了吗？全凭这里。我能以术数推演预判，脑中运筹拨动乾坤，从未有丝毫差错。查案比李泌更快，故此能推断出贼人将圣上带往何处。所以预先设计，请店家伺机将圣人从地道中救出。我是个人才，我真的是个人才，我能造福大唐，造福长安，只是圣人之前不知道罢了。老老实实告诉我，
到底是朝中的哪股势力在你背后，让你见此奇功？跟朕说实话，朕赏他们，包括你。没有其他势力，也没有其他人，全凭徐弼一己之力。圣人不信徐某有此能力。朕从不埋没人才。如果真像你所说的，你有如此能力，那么为什么到了这把年纪，才是个八品吏员？圣人也已官平，任人平。在这搜。是。有件事情倒很奇怪，何福养尊处优，怎么会认识并信任龙波这种人呢？这只能说明，他二人中间必有一个中间人，能将他二人撮合在一起的人，才是最危险的人。萨山金币，此币来自大使，不在唐境流通，只有极少地下钱庄可以兑换，世人见也未见过。这徐斌是从哪里来的？龙波的贾宅也在会员坊，而且在龙波的家中也发现了大量的萨山金币。萨山壁上，王者头像常换。你来看看。这一枚上的纹路，可否和龙波持有的相同？一模一样。原来金主不止何福一人啊！还有谁？何坚，何坚，我们从庞陵父母家中搜到大量庞陵与幼祥二女儿林腾空的往来信件，还有此物。梨花玉佩。此玉佩有何用？李泌曾经找到一个证人，唤作迎女，可以证明在拆除安业坊民宅、修建小波律使馆的工程中，林九郎有贪腐之实。这梨花玉佩是林九郎的贴身之物，那迎女想用此当证物，证明自己是亲儿从林九郎处听来。可是昨日，李泌发现迎女被人杀害了，此物也不知所踪。这枚玉佩怎么会在你家中？
吐出来！吐出来！给我吐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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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书令兼右相封大伦参见吾皇。你过来。爱卿再为我办一件事，如何？谢爱卿。这上面写的什么？就凭此一封信中提及的右相所为，就足以令圣人对他治罪呀！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帮个忙，把这孩子送回家。新人二举，应该是个体面部的。这里面皆为林九郎之女林腾空亲手所书，有委托庞玲杀害关键证人颖女的证词，还有右相令御史台罗织我谋逆罪名，准备向圣人诬告于我的记录。太子万万妥善保管呐！若圣人还责难太子，太子即可呈与圣人，保命用。
在长安，落尾秋啼尽。